来自全球各大智库、大学、政府、媒体的政策研究信息、文章、报告，经6度简报团队分析整理而成。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关于人工智慧监管复杂性的全球辩论。美国企业研究所。欧盟已经接近其人工智慧法案的批准，该法案将采用基于风险的方法，并将规定人工智慧系统与风险成比例的义务。该法案还规定禁止不可接受的风险应用程式，例如侵犯个人隐私的应用程式。还规定了围绕人工智慧系统的安全检查、数据治理、风险缓解和遵守版权的详细要求。美国仍在寻找监管人工智慧的最佳方式，而过度监管可能会限制创新，无效的监管可能导致无法减轻的风险。国会不应重新授权对美国人进行无证监视。国会山报观点：外国情报监视法 FISA 第702条允许联邦政府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获取海外外国情报目标的电子通信，除非国会重新颁布，否则该条款将于今年到期。拜登政府正在敦促立法者重新授权。然而，最近解密的法院意见表明，对根据第702条收集的有关美国人的资讯进行了广泛、无疑的查询，导致人们对未能保护美国人权利的担忧。为了访问美国人最个人资讯而进行的大规模无证搜查，违反了宪法所载的美国核心价值观和原则。布伦南司法中心的律师诺亚·肖文说：“对自由的真正威胁来自美国。”纽约时报评论版。奥西塔·恩瓦内伍 （Ositan Vanavo） 在《纽约时报》上说，美国正面临住一场由富有的保守派活动家资助的政治运动，以反对赋予普世权利，并将各州的权利提升到人民的权利之上。虽然美国人自1791年以来就有权利法案，但该档最初被理解为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各州在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等问题上拥有权利。但在内战之后，第14修正案包括禁止剥夺法律对州内任何人的平等保护的著名条款，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力平衡，从各州转向更广泛的公民和政治平等。尽管有这一变化，但今天各州限制了自由旅行的权利。如果这意味着试图堕胎，并以保护儿童为借口限制性别和表达权利，美国人花了1个多世纪的时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建立了政治和公民平等的基线，但现在它的生存受到威胁。一场战争，一场演讲，一场侵略性的崛起的中国。国会山报观点：美国陆军上校亨利·布朗 （Henry C. Brown） 表示，中国共产党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是由2个关键事件塑造的。第二次中日战争 （1937至1945）和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1950年的讲话将朝鲜和台湾排除在艾奇逊防御线之外，使中国的共产主义列强得以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布朗认为，这凸显了微小的政策转变如何对稳定产生深远影响，以及考虑历史观点和当前复杂性的重要性。布朗说，台湾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因为它作为世界微晶原生产商的重要性。布朗说，保护这些生产和设计设施来自中国是首要的安全优先事项，需要采取长期方法，重点关注内部防御能力以及美国在该地区强大而一致的存在。英国中产阶级抗议者变得更加激进，老年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英国电讯报评论版。据《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中产阶级抗议者变得更加激进，老年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反对流行的 BBC 广播电台 Radio 4从 FM 到中波的演示说明了这一变化。挥舞住标语牌，彬彬有礼的中产阶级英语跟随他们的游行，高呼我们想要什么。收音机4，我们想要它在哪里。调频。现在中产阶级的老家伙加入了最近的活动，例如那些在切尔西花卉展上故意连根拔起鲜花的人。同样，3名自称是动物起义成员的年轻女子据称最近突袭了一个皇家农场，偷走了等待屠宰的羔羊，出现在温莎城堡向警方自首。缺乏远景行动和政治家不愿采取立场是造成这种变化的罪魁祸首。世界上最怪异的人，西方如何变得心理奇特和特别繁荣。纽约时报评论版。哈佛大学人类学家约瑟夫·亨利奇 Joseph Henrich 表示，西方的、受过教育的、工业化的、富裕的、民主的 weird 社会和非怪异文化之间的区别是理解现代社会的核心。他的著作《世界上最怪异的人：西方如何变得心理奇特和特别繁荣》认为，
怪异心理的发展对于从事场经济到人权的一切事物的出现至关重要。此外，该书探讨了这些差异的起源，并认为文化进化导致人类的心理和遗传变化。美国的道德心理也有所不同，这可以预测唐纳德·特朗普2016年和2020年的投票份额。对话触及了宗教在推动文化变革方面的独特力量、阅读等文化发明如何真正重塑了人类生物学，以及为什么更高水准的移民往往会带来更多的创新。亨里奇还讨论了内疚和羞耻的差异如何影响社会。人工智慧将提高生产力，工人会受益吗？彭博观点：自1980年代以来的生产率增长只会使公司高管和拥有者受益，导致财富不平等加剧。尼尔·凯萨尔在为彭博观点撰稿时说，人工智慧有望比之前的任何技术都实现更大的生产力增长。然而，如果这些收益继续逃避普通工人，那么工资和财富差距将继续加速扩大。凯萨尔建议政策制定者建立一个共同决定的制度，金融监管机构要求公司披露薪酬数据。此外，如果要遏制经济不平等，人工智慧带来的变化必须比过去40年更广泛的分享。以色列未完成的出埃及记故事。纽约时报评论版：以色列将于2021年7月结束其2020年伊索比亚人家庭团聚计划。虽然约有5000人被带到该国，但其他9000至12000名自称是犹太人的人仍留在伊索比亚，没有得到犹太国家的承认。该计划的结束意味着伊索比亚将成为以色列唯一不积极寻找移民人员的犹太侨民社区国家，例如在法国、阿根廷、摩洛哥、俄罗斯和乌克兰。非政府组织为伊索比亚阿利亚而斗争批评以色列决定收集档以证明伊索比亚的家庭关系。他声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并且是避免正式承认伊索比亚犹太人的借口。伊索比亚犹太人因其宗教信仰而在伊索比亚面临迫害，许多人在以色列寻求庇护。为了保护海洋，请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开始。美国进步中心海洋保护区 MPA 是美国保护海洋的关键途径，然而这些区域分布不均。目前，美国96%的海洋保护区位于中西太平洋，凸显了保护分布的不平等。此外，这些受保护的水域中有许多位于美国太平洋领土，但尚未向居住在那里的美国公民提供资源来说明管理这些地区。拜登政府的美丽美国倡议有一个30×30的目标，即到30年将美国2030%的土地和水域指定为保护区。海洋保护区是这一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了保护海洋的重要性。然而，由于目前保护分配不均，需要努力为没有海洋保护区的地区提供资源，并确保生活在保护区的美国公民在保护区的管理中得到平等的伙伴关系和参与。最后，解决保护区分布不均的问题，确保保护区内的公民获得管理保护区所需的资源和参与，对于成功保护海洋至关重要。海洋保护区对于维持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至关重要，必须努力确保保护得到平等分配，并确保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参与其管理。乌克兰应该将战争带入俄罗斯吗？彭博观点：乌克兰可以使用 Cypionik 战略威胁入侵者的大本营，迫使其全部或部分撤出原始前线，以保护其后方面受俄罗斯的侵害。这将涉及在俄罗斯境内开辟战线，但如果乌克兰采取进攻战术，西方包括担心北约可能被拖入与俄罗斯的枪战的风险，将撤回其支援。相反，乌克兰可以通过使用西方坦克穿过扎波罗热到达阿索夫海，切断俄罗斯人在卢甘斯克和克里米亚之间建造的路桥，对克里米亚发动进攻。这将切断克里米亚与俄罗斯补给线的联系。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在赫尔松和克里米亚半岛的阵地无法防御，并可能迫使普京进入和平谈判。乌克兰不能攻击俄罗斯本身，也不能鼓励反普京代理人为其工作，但是他必须证明他纯粹是为了赢得全球支援而保卫自己的国家。中国必须在消费失去动力之前扩大经济复苏。南华早报评论版：中国在疫情后消费的复苏已反映在4月份的最新经济数据中，但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其他经济领域的增长势头普遍减弱。由于短期内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下降，工业生产增长可能会继续放缓。尽管中国4月份的出口表现出意想不到的强劲，但新出口订单 PMI 的下降表明 ，COVID-19 期间积累的积压订单已被填补。
这预示住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放缓，需要进一步的政策支援才能适当扭转投资情绪。F-16可能不会赢得乌克兰的战争，但他们承诺进行更平等的战斗。FT 评论版，根据理查·加伍德在《金融时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美国在最近的 G7峰会上向乌克兰承诺的 F-16战斗机将使乌克兰能够控制俄罗斯空军并保护该国的基础设施。文章指出， F-16将恢复乌克兰空军的优势，使其能够使用西方空对空导弹并操作远端空射武器。然而，西方飞机的维护仍不清楚。与此同时，他表明，地面支持系统，如连接的西方地对空导弹和先进雷达，可能会削弱俄罗斯的防空基础设施。埃尔多安不会改变，拜登也不应该改变。彭博观点，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外交政策机构可能会建议华盛顿寻求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解，但拜登政府应该拒绝这一论点。相反，他应该引入更高水准的外交和经济压力，直到埃尔多安准备重置美土关系。尽管埃尔多安表现出愿意在外交政策上执行急剧逆转，但这是由他的绝望引起的。美国伙伴的教训是，在与好斗的土耳其打交道时，等待是值得的。英伟达投资者定价7年 AI 荣耀。路透观点，半导体公司英伟达 NVIDIA 的市值已达到9400亿美元。原因是人们对人工智慧的潜力及其对图形和运行数据中心的有用性感到兴奋。但这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司必须在2030年之前保持每年20%的增长率，以证明破纪录的估值是合理的。到2030年，其收益必须增长到每股23美元左右，才能达到与当今竞争对手相当的水准，但其收入在过去3个季度有所萎缩。分析师预测，到2024年，每股收益为6.50美元，这意味着估值倍数接近60倍。英伟达多亏了 AI， 收入增长56%。FT 评论版，图形处理单元 GPU 销售商英伟达 NVIDIA 的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上涨了近11%。此前，该公司发布了高于预期的2018年第2季度业绩，收入达到31.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6%，每股收益为1.76美元。该公司的数据中心 GPU 业务实现了创纪录的7.6亿美元销售额，比上一年增长82%，而游戏业务报告的收入为18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52%。然而，该公司的 vGPU 虚拟 GPU 系列产生了最显著的增长，2017年同期销售额增长了520%。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Jensen Huang 表示，该公司已经看到了对其 AI 平台产品的强劲需求，并补充说，基于云的 AI 的采用将会增长。罗恩·德桑蒂斯与觉醒的心灵病毒。纽约时报评论版，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最近在与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的 Twitter 空间对话中发起了他的总统竞选活动。这次谈话受到技术问题的困扰，导致一些评论员认为这是一个政治失误。纽约时报的这篇专栏文章认为，德桑蒂斯决定以这种方式开始他的竞选活动，这在3个方面是软弱的表现。首先，他与马斯克的野韩联盟表明要一种顺从的品质。其次，德桑蒂斯在网上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似乎不明白马斯克的担忧与他需要投票给他的人的担忧只有部分重叠。第三，他决定把重点放在小众的、深奥的问题上，而不是更广泛的问题。这说明了一种盲目的精英主义的世界观。这篇专栏文章暗示，德桑蒂斯压住反觉醒，即将他与马斯克联系在一起的信仰体系，足以推动总统竞选。虽然这可能是真的，但反觉醒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德桑蒂斯在他的推特空间对话中强调了更深奥的担忧，例如认证卡特尔、ESG 运动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谈话的很大一部分是关于 Twitter 本身的。通过关注这些问题，德桑蒂斯疏远了那些可能和他一样担心清醒但不同意他的深奥兴趣的人。这篇专栏文章表明，德桑蒂斯认为那些关心觉醒的人主要关心的是曾经被称为家庭价值观的侵蚀，这只对一半正确。虽然有些人可能主要关注家庭价值观，但其他人将主要关注平等权利和社会正义等问题。总体而言，这篇专栏文章认为，如果德桑蒂斯希望在总统竞选中取得成功，他需要扩大他的关注点，避免依赖利基问题。谢谢收看智库简报。
这是由六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